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一期我们使用 NVDiffRes 来优化变换矩阵，结果质量良好，但存在一些可用性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头实现一个可微渲染器。原计划是一次讲完，但在写稿的过程中发现，要么篇幅过长，要么内容不清晰，因此决定分成多个部分进行讲解。这次讲高层的框架，主要是对 paper 的解读，说明每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后续内容还将包括公式推导、实现细节、超越 paper 的改进几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 NVDiffRes 的框架，它有4个操作：光栅化、差值、分离采样和抗锯齿。在我们现在的应用场景里，只用到了3个，所以这次我们也会集中在实现这3个上。一开始先别着急实现自己的，先优化一下现有的使用方式。Rasterize 返回了2个 tensor， 但我们只需要第一个，第二个放的是重心坐标在图像空间的导数，我们不用 texture， 所以也用不到它。那它的计算和空间都浪费了。看一眼文档，如果把 GraphDB 设置成 false， 就不会去计算，那就这么做呗。同样，如果不给 interpret 这个导数，它也不会去计算顶点属性的导数。既然这样，在建立 context 的时候就干脆把 outputDB 设置成 false， 彻底关掉导数的计算。接着 antialias 有个 topology hash 的参数，如果给 none， 每次它都会重新建立，甭管这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手工在循环外建立一次，再往里传，总能避免重复计算。好了，这就是一个最简的调用 NVDiffRes 达到我们目标的方法。我们要实现的可微渲染器也会按照这个来做，但是接口设计略有不同。首先，我们需要从总体上设计这个系统的架构。对，再小的系统也需要进行架构设计，否则天花板很低，没多久就会遇到瓶颈。该系统包含几个模块，第一是渲染和梯度计算本身，需要能接入已有的 GPU System 这个第3、第12封装，实现这几个操作。每个操作包含 forward 和 backward 2个步骤。这部分是纯 native 的，接口都用 GPU System 的类型，不仅可以用于 PyTorch， 也可以直接调用。第二个模块是与 Torch 的接口，根据 Torch 的要求，实现能接入其 AutoGrid 的函数系统。这通常会在 Python 里实现，但我选择在 C++ 里做，把 Python 层减到最少，只有个绑定而已。有个讨厌的地方是，输入和输出里的 texture 和 buffer 需要和 tensor 相互拷贝数据。如果用 GPU 的拷贝，就会依赖于 CUDA Toolkit。如果将数据读回 CPU 再转到另一边，会慢20倍。为了性能，还是先用 CUDA 的拷贝吧。实际上，渲染是 forward 的部分是容易的，光看 NVDiffRes 的文档就能明白该怎么做。可微渲染难就难在 backward， 这非得看 paper 才知道在搞什么。在深入理解之前，先复习一下重心坐标的概念，因为在整个可微渲染的过程中，这个概念会反复出现。给定一个三角形，它所在平面的任意一点都有一个重心坐标 UVW， 表示3个顶点对这个点影响的权重。比如顶点0的位置，重心坐标是100，顶点1是010，顶点2是001。顶点上的属性用重心坐标加权平均，就会得到该点上的属性。因为 u 加 v 加 w 一定等于1，所以通常只留着 u 和 v， 通过1减 u 减 v 算出 w。在几何上，每个分量表示该点和对边连起来的三角形的面积和整个三角形的面积之比，如图所示。注意，不光三角形内有重心坐标，三角形外也有，这时候就会出现复数的情况，可以用符号来判断一个点是不是在三角形之内。下面我会从 Rasterize 开始，讲解如何实现兼容 AutoGrid 的光栅化。它的 forward 很直白，输入是 clip space 的 position 和 index buffer， 把它光栅化到一张 texture 上。x、y 通道放的是重心坐标， z 通道放的深度， w 通道放的三角形 ID。实际上这就是延迟渲染的一个变体，叫做延迟材质。做过延迟渲染的都知道，
Gbuffer 的每个 pixel 一般放的是 normal、albedo、specular 等摊平的几何表面信息，这样的 Gbuffer 一般会很大，每个 pixel 少说12个通道才够，对 cache 不友好，也失去了三角形用什么 BRDF 的信息，所以就有人提出来一个极简的 Gbuffer， 称为延迟材质。Gbuffer 只保存这些信息，用它们在之后的 pass 里查表，恢复出需要的各种数据，还能解决材质问题。这篇 paper 引用的这篇是说一种硬件光圈化的设计，跟延迟渲染关系不大。提出 Gbuffer 的论文没有引用，真正引爆延迟渲染的来自 Stelker 团队的工作也没引用，更没引用延迟材质这篇，但却用了和它完全一样的思路和极其相似的 Gbuffer 格式，这算引用不当了吧？可惜 reviewer 见识有限，也没看出来。同样的情况后面还会出现。接下去我也会用延迟渲染的一些术语来表示一些概念。在 backward 过程中 PyTorch 会传来 loss 对中心坐标的梯度，通过公式2计算 loss 对顶点位置的梯度。paper 里并没有把具体怎么做说清楚，下一期我会有个详细的推导。接下去就是 interpolate， 还是那样 forward 非常简单，每个像素能从 Gbuffer 知道自己的三角形 ID， 从它读取 index buffer 得到3个顶点的 index， 用它们去读取3个顶点的属性，根据中心坐标差值出像素上的属性就行了。这里的属性只有一个，那就是颜色。根据延迟渲染的概念，这一步输出可以称为 shading， 虽然没有光照。backward 也一样，通过 loss 对 shading 的梯度，计算 loss 对每个顶点颜色的梯度和 loss 对中心坐标的梯度。Anti-alias 有点麻烦，它需要在图像本身做抗锯齿，也就是延迟渲染中的 post-processing AA。paper 里引用了 Edge AA 和 GPAA 两种方法，然而实际上做的事情更像是他们引用的一篇 paper 的方法。无论如何 paper 里的描述不是很清楚，我需要解构一下，以后还会讲一个 GPAA 的八卦。一般的 post-processing AA 仅利用图像信息，而这里的 AA 还会访问几何信息，能知道三角形的边在哪里。我对这个 AA 方法的理解是，给定一个 pixel， 我们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它是否在边上？解法是读取 Gbuffer 里像素下方和右方的信息。如果三角形 ID 都一样，就表示在同一个三角形内，否则就是在边上。简化起见，接下去只考虑横的情况，竖的话，把 x 和 y 对调就是了，相当于把图转了90度再处理。第二，是在哪条边上？便利3条边，找出穿过2个像素之间的那条边。第三，这条边是不是轮廓边？paper 的脚注里提到了轮廓边分为2种情况，第一是那条边只有一个邻接三角形，第二是虽然有2个三角形，但有一个折过去了。这只要得到2个三角形的 normal， 方向相反就表示折过去了，是轮廓边。第四，离轮廓的距离是多少？这里有个近似的距离计算方法，距离越近，这个像素的阿尔法就越大，这就有个半透明的抗锯齿结果。其实每一帧需要处理的像素也就几百个，非常稀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可以把轮廓上的像素挑出来，把它们的坐标和那几个问题的结果存下来，放在一个 buffer 里。那么在 backward 的时候就不用再计算一次，直接处理那几个像素就行了。backward 在 paper 里没有列出公式，只说了很简单。它从 loss 对抗锯齿后的 shading 梯度，调整 loss 对 shading 的梯度，以及 loss 对顶点位置的梯度。其实需要从距离反推出对那条边的2个顶点的影响，之后我也会给出详细推导。这次我们按照 NVDiffRes 的 paper 设计了一个可微渲染器的框架，接下去我会深入其中的细节。欢迎继续收看，再见。I'm so happy, '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